所谓的武术啊，跳梁小丑在练的啦。古代名将戚继光都告诉你说练拳没用，不能作战，你们还在那边跳来跳去，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我是金先生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来聊一聊兵器跟拳脚之间的关联性这件事情。拳法似无异于大战之计，然活动手足，惯勤肢体，此为初学入役之门也。这是明朝戚继光将军在《纪效新书》的《拳经节要篇》里面写到的内容。很多人喜欢说武术是从战场上面下来的，我认为这句话大致没有什么问题。问题是战场武术跟民间武术追求的东西一样吗？从戚继光将军的叙述看起来，他认为拳法对于大战没有帮助。那什么是大战？战阵多人重器械，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在冷兵器时代的这个战场，上了战场之后，个人武艺呢，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。听军令、冲锋、挡格，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，群体的作战能力会比个人的勇武来的有用很多很多。那回到武术这件事情上面来看，如果我今天上了战场，什么粘连、什么听劲、什么寸劲、什么短打，通通都对战争没有太大的影响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拳法、这些兵器在练这些东西，到底它跟战场有什么关联？我认为现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武术，所谓这些门派啊、民间在流传的这些武术啊，它一开始的起源很有可能就是这些退役的将领，以前可能在战场上面搏杀，然后他们有那几招很有用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就是枪感就是这样，拿砰扎下去，这一枪中，对方一定会吃枪。他把这些拼杀一生的经验整理过后，然后传给他的后人。接下来呢，这些后人呢，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，每个人都会加进自己一些经验跟想法。有没有可能在练的过程中，让我们的身体更不容易损坏的、养生的？有没有可能更完整的、更有脉络的去记录下来这些招法的应用方式、套路？这些东西一代一代的整理流传之后呢，最后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。那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啦。如果以下有历史系的同学，可以帮忙补充一下更完整的脉络。那这个脉络跟我想讲的事情有什么关联？在战场上的兵器战斗，跟民间比较主流、比较常看见的，你说拳脚战斗，各位认为是一样的事情吗？有些人会说不同，有些人会说接近，有些人可能会直接说那个没相干。以我所练的八极拳来看，其实枪法跟拳法在很多时候它是同一件事情。其他还有一些刀法、棍法，或者甚至是鞭法、剑法，应该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招法对比的样子。看了战斗的样子之后呢，我们来回推这两者兵器跟拳脚，他们在训练阶段做的事情是不是也是同样的？同样看八极拳，其实扎大枪的力量运作模式跟拳法几乎是一样的。同理，我们也可以去看所谓的其他兵器类型，比如棍法，它的发力技巧跟拳法其实有很多地方也是相通的。但是兵器跟拳脚还是有些地方不太一样。兵器呢，我们要去考虑它攻击的模式，像是有枪头的枪，其实不用真的像手臂路上说的一样一发透臂，其实不需要，你只要轻轻的捅一下，人的身体捅开一个洞，位置只要正确的话，不用多大力量，人就差不多要再见拜拜了。或是刀剑类有刃的兵器呢，其实比起很用力的一刀把人家的头整个砍下来，其实更有效的方法呢是利用锋刃，轻巧的拖拉把对方的身体给划开，位置跟角度只要正确的话，其实通常一刀下去，对方也差不多不太能动了。所以专项的兵器还是会有它专门的特点跟它打法的特色，但这也并不代表兵器跟拳脚是完全无关的两件事情。无论使用哪一种兵器进行战斗，使用兵器的最后都是人。那人的身体结构是不会变的，大家都是两只手两只脚，所以使用兵器跟使用人体的拳脚战斗呢，一定会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。以下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的一些重点认知。兵器呢是一种结构固定的训练，这个尤其在双手兵器里面呢是非常明显可以看出差别的。我们以大枪来看，初学者的身体，你叫他直接发进出拳，有时候他的身体会散掉，他的身体结构会散开。可是持大枪之后，因为重量跟杆子本身的长度，他的身体结构会被固定在一个位置里面。这时候练捅枪其实就是在练出拳，练久了，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一种整劲。再来呢是兵器，它也是一种结构检核的方法。这一点呢，以单手兵器最为明显。以太师鞭来看好了，因为单手挥舞跟两手持握是不一样的。你的身体结构如果不够完整，在兵器挥舞到一定速度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很有机会会被惯性给拖着跑。
那为了不要让身体被兵器给拖走，要保持自己的重心平衡，一定也会需要你的身体结构是完整跟扎实的。再来呢是兵器的训练呢，你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力量训练。先以大枪来看，枪体本身就有够长又很重，超级可怕的力举，你只要稍微在枪头挂一点重量，挂一个1公斤的沙袋，练起来就会非常吃力。久练你的爆发力一定会增强。接着看像大刀这样子的兵器，这种刀如果是真刀，不是响刀，我说的是真刀，光是刀头就会非常沉重。刀法呢，通常就是旋转挥舞，像滚身这样子的动作。离心力跟惯性加成上本身的重量，其实练久了，你全身的稳定性跟你的力量呢，都一定会有很大幅的成长。我们前面讨论了很多内容，这边简单总结一下。有些人会认为呢，所谓的武术啊，跳梁小丑在练的啦。古代名将戚继光都告诉你说，练拳没用，不能作战，你们还在那边跳来跳去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会觉得那个是断章取义的古人的说法。书中的内容呢，请你认真的去读它。人家是告诉你说，在战阵上面拳脚的帮助不太大，但他没有告诉你练拳没有用，不然为什么后面就记录了拳法？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，如果你要学习的是所谓完整的武术系统的话，其实兵器跟拳术它是不可以偏废的，因为这整个系统的脉络呢，已经把这2件事情合在一起，它看作是同一件事情在做，从技击到发力技巧，全部都是相辅相成的，少练哪边都有可能会让你自己的训练缺失一块。当然，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偏好跟想法，也并不是说你没练什么就一定错，但缺少很多内容却跟你说全网最齐，肯定有点问题，对吧？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观看。如果内容你喜欢的话，你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助到我。如果还有什么想要我分享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感谢各位，我是金先生，老实练拳，认真度日，我们未完待续，梦讲。